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我们向特别来宾李俊毅委员、黄敬莹议员、江敏清教授、王宏伟委员、张思刚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川普语出惊人啊，就影响到股市了哈。那他说台湾为美国做了什么？光叫我们为他做啊。他说台湾应该付保护费，台湾拿走了所有的晶片业务，我们到底有多笨啊？他们很有钱呐、哦，他们那么有钱，还叫我们保护啊、哦？那另外呢，川普这样讲已经搞得大家很慌了。拜登啊、又拿出说最严厉的贸易制裁，如果你们这些公司还把这些晶片啊或设施卖给中国大陆啊、还点名哦，东京电子跟 ASML 是专门做这个晶片的设备的哦，在美国上市哦。那点名这两个很惨，东京电子一下子跌了11%，被点名跌了11%，哦，所以呢，台积電啊、三星啊这些电子股都摔了啦，哦，那费城半导体昨天跌6%多，一下就跌掉了16兆的台币哈、哦。那另外呢，美股早盘晶片大跌，台积電 ADR 重挫6%，也跟着台积電在美国也跌哈、哦。那另外呢？台积電市值2天内缩水近500亿美元。那今天台股一开盘重挫621点，哎，吓一跳。后来慢慢回来，也就是跌少了，后来跌了300多哈。那国科会他们就回应川普都不会好好回应，回应国科会说呢，半导体产业是生活必须，所以呢维持产业发展择我把它讲这些，要反驳川普嘛。说当时你美国是不做这个东西嘛？我完全了解美国不做，因为又污染又污染又这个技术密集，成本又高，投资又大。美国不做才到日本去啊，日本做这日本也做不下了，才到台湾来啊，哪那么是不是直接就什么台湾去抢走美国，哪那么容易啊？哦，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嘛。那现在你看了，你只看结果，说哦现在台湾做的不错，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心血。投注多少的这个资本啊、哦？所以呢，这个你就把过去的历史讲给他听就好了嘛。那台积電下午开这个法说会了哈、哦，还蛮赚钱的啊，还蛮赚钱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台股早盘堪称是血洗，就是因为拜登政府严拟对大陆实施更严格的晶片措施，进而拖累台北股市一早杀声隆隆，甚至大盘失守月线。川普、拜登相继释出利空消息，台股下趴，一早开盘23373点，跳空下跌369点，随后跌势再扩大，大约5分钟后，指数狂杀到23148点，猛跌621点。主因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也难挡跌势，一早开盘988元，下杀42元以外，摔出千金股。截至上午10点半，最低986元，下杀44块。而周四正好也是台积电法说会，不过周四台股之所以这么惨，也是受到美股拖累。周三美股主要指数几乎沦陷，费半狂泻6.8%，创疫情以来最惨单日跌幅。纳斯达克下跌512点，唯独道琼独强，涨超过240点。美中的这个晶片大战，管制热潮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些讨论的热度，市场上对于未来半导体产业当中的一些疑虑。跌势会持续多久？分析师说，除了看台积电法说释出消息以外，还要看外资筹码面可否由卖转买，未来台股值得关注。那宏伟怎么看？我觉得因为川普他现在的当选经历已经大为增加，所以他现在讲话就是跺脚就立刻发生地震了，打个喷嚏大家各国际市场就感冒。其实有关于他对于台湾半导体的这个说法，就说是抢了美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讲。可是因为呢，这个在这次就是他枪击案，其实他的专访他的这个专访事实上在枪击案之前，可是呢，他在彭博的专访在枪击案之后把它透露出来之后，那当然就让我们整个的市场变成大家真的都是非常震惊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台积电，那包含很多的电子股也通通的全盘皆没。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来讲，它当然是一个警讯。川普知不知道整个台湾半导体的发展，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当
当时是美国不要发展半导体，而且呢，其实美国即便是像台积电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同样的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在日本投资，日本已经可以量产了 ，OK 的。可是呢，到了美国有工会的问题，然后他们连那 EUV 都没有办法装，还要台湾这个搞了好几百人到那边去协助怎么来安装这个设备。所以请问一下，这怎么会是台积电去抢了美国半导体的工作呢？当然，我觉得今天的川普他是非常聪明的，他有他的战略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他知道全球高阶的这个半导体90%都来自台积电，所以他现在等于说整个要想要 take over 这样子。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而他今天可能川普当选，那他可能也直接会对台积电下手。现在也不用去怀疑他会不会下手，因为有人讲说他刚刚讲完了之后他也不一定做。可是我认为他一定会下手。所以呢，这是台湾的国安问题。这台湾国安问题，所以刚才那个什么国科会那讲法，那根本一堆废话，这就是代表说这些官员也不知道上面在想什么，大家也没有去做任何的沙盘推演。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台积电，如果川普当选，而且就算川普没有当选，拜登也不会放过台积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新的情势？现在是现在的赖政府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还不是只有这个哦，还有提高关税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过去我们想要降低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所以我们开拓对东南亚的市场，对美国的市场，所以我们出口到美国的比例，事实上已经来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高。因为我们觉得台美关系非常非常好，可是未来美国要全面性的提高关税，不是说只有针对中国大陆而已，它同样对台湾也一样。而当美国成为台湾你最主要的市场之一的时候，难道你到现在还要坐以待毙吗？对啊，他说要对大陆提高60%到100%的关税，对其他的国家要提高10%的关税。来，香龙，关税的部分，在历史上面，反正只要是关税成为主要议题的时候呢，都表示呢经济的最核心的战争大概就要开始了。那即使在10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些悲剧，大家呢都打关税战，打到后来之后呢，就是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短时间之内你会饮鸩止渴啦。刚开始你会觉得，我多收了很多的税，然后大家呢也都买我的账。那我又是很大的市场，所以呢，大家呢都得要忌惮我几分。可到最后把大家都搞垮了之后呢，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去跟川普讲这些是没有用的。川普不管他知道也好，他不知道也好，你把台湾我们是怎么发展，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多努力，我们没有偷你的东西，没有用。就是今天当有人说你偷了他东西的时候，你要证明你没有偷，那多难。不需要这样做。第二个，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怎么会期待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会去跟川普顶嘴？你鼓励一个这么弱小的孩子去跟爸爸顶嘴，怎么可能呢？民进党政府你看得出来，不但没有顶嘴，相反的还主动在为爸爸合理化，在为川普这样子要求台湾是对的。台湾有钱，我们付得起钱，我们可以多付点保护费。你就没有去问过，就是说，请问今天美国对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付了很多的保护费吗？拜托，以色列不但没有付保护费，相反的美国还给他很多钱啊。可是今天美国几乎可以为以色列死。那川普的这些说法呢，就是因人而异，因国而异，不需要把川普的讲话太当真，他就是要你给他钱。用钱都能够解决，所以川普上来了之后的台美关系，不用再讲什么价值同盟，不用再讲什么呢战略地位，基本上面它就是一种呢资本关系。川普最常挂在嘴巴上面的2个字，我说英文再烂你都记得，川普最常讲的就是偷跟骗，要不然就是你偷了我，要不然就是你骗了我，总之他的那个受词都是我是受害者。那因此，川普的所有的政治的操作，都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在某种政治关系里面的受害者。
即使你认为他敢吼敢要敢拿，可是他认为他是受害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强势受害，我很强，结果你竟然敢偷我，敢骗我，台积电偷了我，鸿海骗了我，这川普对台湾的全部的论述啊。其实他在讲的，你看他所有的经贸政策，就是以台湾的台积电跟鸿海做，鸿海的郭台铭骗了我。说要投资100亿美金在威斯康星，结果呢没有来，害我在威斯康星灰头土脸。然后呢，你看呢，拜登呢把台积电呢弄到了就弄到亚利桑那，可是呢他偷我们的技术，而且早晚有一天他会偷更多的技术，又跑掉了。我们还给他钱。川普的逻辑向来是这样的逻辑，你当真没有用，可是重点是美国的选民买单，吃这个，美国的选民吃这套，那你就跟他呢没得话好讲。眼前台湾其实你只要知道，就是说美国主流的政治叙事已经改变了。过去呢，有1991年之后，以所谓的这种的新自由主义为主的，以民主党为主体的那种的主流的论述，主导了美国政治30几年的时间。可是这次选举上，你会发现那个主流论述的风向改变了，这是台湾真正要注意的。静怡。我觉得川普本来就是一个生意人，所以大家在听他的谈话的时候，他其实也都讲得非常直白哦，很多话他都讲得很震撼。那也因为他现在民调高，然后当选的几率可能也高，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会震撼，不管是台湾甚至是全球。那大家当然会去观察他的态度。不过川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人，他以利益为重点哦，所以现在不是在跟你讨论什么民主同盟啊，我们共同来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来做打拼等等等的，现在谈的都是美国利益为优先。那如何来因应川普现在这样的做法，或者是他接下来可能会带领美国走向不一样的台海关系、台美关系等等等，中美关系也是有可能的。那这样子的讨论，其实在很多的报纸上面也都有。那我觉得今天联合报的这个记者写的蛮好的，他讲到说自由不是免费的，但是和平可以努力。这也是赖清德政府上任之后，不管是面对外交或是面对两岸，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而且应该提前来做准备，提前来因应。那甚至两岸的关系，我觉得赖清德目前为止也没有太多的表态，对于美国这样子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做。如果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来展开一段和平的对话，这有没有可能是赖清德政府达到的？不过我相信赖清德现在在内政上面处理的算是焦头烂额啦。那对外关系上面不晓得他会处理的怎么样。我觉得目前赖清德应该要提早做出一个因应，甚至提早准备啊。那川普当然讲很多了哈。那台湾比较这个注意的就是说，他说台湾离美国9500-600英里，离大陆只有60几英里，这那么远啊！一个是岛，要去保护它是很困难的那而且呢，他那么有钱，为什么不付我们保护费呢？这个蛮引起大家的瞩目了。好，川普要台湾付保护费，然后呢又说要防卫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小岛，实质上很困难，这两个是矛盾的。你既然很难保护我们，你为什么要保护费呢？黑道跟他收保护费，至少万一有什么闹事，他黑道有那个客人嘛乱砸乱打，黑道照理讲还应该理论上应该保护嘛，对不对？所以才叫保护费。那他已经告诉你不可能了嘛，你那么远9500-600公里。大陆那么近，60几9500-600英里，大陆呢60几英里，对不对？所以强龙不压地头蛇。美军虽然整个的这个军事，我认为比大陆还是强很多了，但是呢，这局部优势大陆有嘛？它就在旁边嘛。你美国那么远，对不对？你要从关岛，要从日本，要从南海，都不是本土嘛，对不对？那你困难大家也都知道啊，台湾是个海岛。那你还讲要付什么保护费？这不讲不是矛盾吗？付保护费我就保护你，那你现在没有付保护费，你又说很困难，那到底是保护还是不保护呢？那另外当然也有人讲说我们翻译保护费翻错了啦那陈永康将军传给我，他说 I think Taiwan should pay us for defense。那大家把这个 defense 呢，他们说是应该说是军费 ，defense 就是防御啦，attack。通常我们讲运动、攻击、防御就是防御，让台湾不受老共的这个
这个打压了哈，所以说他应该给我们防御的钱啊。那当然，媒体把它翻成保护费呢，是比较耸动了，比较吸引人的哈。但反正不管是防御费、保护费、军费，都是要付我钱就是了。那国务院有出来解释，记者有问啊，国务院今天开记者会，国务院说台湾这过去几十年都是自费在防卫啊，他们有啊，是自己出钱买武器啊。哦，虽然这1-2年我们有给他一些贷款啦，或是什么送一点武器啦，但是过去几十年都是他们自己买啊。哦，那美国不是做慈善事业啊？本来啊，你过去买的武器干嘛？很多现在都是破铜烂铁啦，那就是保护费嘛，不是这样吗？以后干脆跟美国讲说，好了，你告诉我1年要交多少钱，那就不买这些烂东西了，你就通通交给你好了。那这个 O'Brien 又说了，说国防预算至少应该占台湾的5%，我们别的都不用干了啊，就都付这个钱好了。那另外是没有国家没有民主国家编得出来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共和党议员保证选后呢还是坚定挺台湾的啊，虽然呢他说要付保护费。那另外呢，川普跟范斯呢他们的演讲啊，这个说啊，中国除了造成 fentanyl 就是那种毒品危机，大陆说到美国，让美国很多年轻人吸毒，而且还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还有呢廉价外国劳动力，哦，其实就是大陆因为劳动便宜嘛，哦，所以基本上呢，这个他们就认为说你东西太便宜了，那企业会被迫加码投资美国。中国很生气，美国老是卖武器给台湾，所以暂停跟美国军控与防核扩散谈判。哦，原来有这个谈判呢，现在不干了，而且责任全在美国，就是你美国造成的啊。那另外呢，他们的这个报告是说，这个1000次的模拟里面哈，新闻周刊说呢，这个538的这个机构民调机构说呢，调查1000次的模拟，拜登获胜534次，川普获胜462次，所以拜登以胜选的几率是53%，川普的几率是46%，所以美国民调也蛮奇怪的。我们看一下。TVBS 特派记者在川普彩排现场观察，川普高举给美国更多尊重的标语，让人不禁联想到川普近期针对台湾的鹰派言论，包括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意、要求台湾交保护费等等。同样走鹰派路线的副手范斯，则是拿大陆祭旗。Our country was flooded with cheap Chinese goods, with cheap foreign labor, and in the decades to come,deadly Chinese fentanyl. Joe Biden screwed up, and my community paid the price. 为获得选民青睐，不止川普、范斯高调反中，拜登政府抗中力道也不手软。不满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宣布将暂停与美方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持续对台军售，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破坏双方政治互信的消极举动。Taiwan has been paying for its own defense. Taiwan has been purchasing military equip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un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t has been Taiwan actually purchasing militar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not been in any way charit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国务院强调，我国购买军备一直都是自己支付款项。不过，川普阵营似乎认为台湾军费预算需要再提高，才能应对对岸威胁。来，明星兄，这个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但川普就把它当作他的金山银山。那是我们的护国神山，不是你的金山银山。川普再次的证实医美论，再次证明本节目确实是有水平的啊！所以医美论由川普亲自证实。确实，这没什么要医美的。对川普来说，只要价格对了，什么都可以卖。所以 Newsweek 跟 Forbes 这些所有的新闻，这2天通通都说，他的标题已经改成川普没有意愿，也不会出兵帮助台湾当两岸冲突的时候。那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说，基辛吉了，刚过世不久，他说，与美为敌，危险至极；与美为友，命都没有。哦，确实再次看起来令人呢印象深刻。台电这件事情呢，这2天也是路透社刚刚发布的新闻是，
川普的言语赤裸裸的说明的台积电呢先天上的脆弱性。他说，台积电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最具有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之一，但是它也最为脆弱。为什么呢？因为它显示一个非常残忍的事实，就是在 Washington 跟北京之间呢，未来台湾没有自己决定的命运，是他们在做决定啊。但是我说，美国人对台湾还是不懂。来看这里啊，摄影大哥，他的 TSMC 啊，台积电是很谦虚的啊，我们是用小写，他们每一个报纸都写大写，错啊更正。好，那我要讲的是，这2天我问一个以前国民党高层、极高层啊，副主席上高层，我说，如果你们现在还在位置上，当川普都说台湾应该 pay more for the defense， 你会怎么回应？因为他现在不在位置上，他说，他回答是我会配啊，我配啊，他会配好几次啊。这位现在不在位置上，所以讲话特别的冲，我喜欢他，但他当家做主的时候极其保守啊。那当然，这整个一个现状看起来就是半导体这件事情，尤其川普这样要说保护费的时候，它变成川普是今年从1月到现在台湾股市最大一只黑天鹅。当台积电冲了1000多块的时候，很多人下不了手，但今天开始有人买权证、买零股，买得不亦乐乎。但台积电还是台积电啊。可是我要说的是，当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大幅下降之后，有人出对联了，说半导体倒了一半。路边摊在路边，如果这样搞下去，台湾的产业就会被搞垮。但我想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问题，就是川普的个性确实就是商人，他在商言商，短视近利。切希拉跟他的太太第一任太太伊凡娜，就是伊凡卡的妈妈，如出一辙。伊凡娜呢，曾经在《大老婆俱乐部》这一部电影当中有客串一小段，各位上网去看啊。《大老婆俱乐部》里面，他有一句名言，他说 ：“Don't get mad, get everything。”如果跟对方有仇的话，不论是谁，男的跟女都一样，不用生气，拿走他的一切。所以川普从川普身上拿走6400亿美金，能够从川普身上拿到6000多万的美金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他。所以我说他们2个是天生一对。不过伊凡娜在2年前已经往生了。那我回到主题上，就是美国确实也不是都像川普这样子了。我给各位大家看一个数字，这里来，请拉近一点。这是今天所生的那个 Economics 经济学院的日报啊，他说川普受枪伤以后，上升率只增了1个百分点，在台湾是翻盘的，在美国只增加1个百分点。然后呢，这2天呢，看起来最新的民调是44对46，川普领先2个百分点，而领先2个民调当中有1%呢，是因为枪伤。那我觉得确实也是告诉我们说，美国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就是选民看起来好像在整个媒体当中好像都被呼唤成极端化，但是中道力量还是有。我的结论是，我们的行政院也好，不论是在野党或者是执政党，其实都应该努力去做澄清了啊！你看，台湾没有偷走美国的晶片，以美国现在自己 Intel 跟他们在地做的电动车28纳米，他们自己做出来，低轨卫星，包括这个所有的无人机、无人艇，65纳米就可以用了，美国都有。他们做不出来，只是2、3、7、5而已。这些不是偷，是你们做不出来。那我觉得行政的立场应该要硬一点啊，也就是说，你不要讲啊，我配，但这种属于我们自己竞争力的富国神山要顾好，不然富国神山会被川普当成金山银山。不，川普我后来想说，为什么民调没有差那么多？太早了，那离那个选举还有3、4个月嘛，要像陈水扁那样头一天。而且打了以后不能立刻 fight， 应该躲起来，不见了这样。当然，川普去哪里了然后呢，医院到处搜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民调有可能高。俊宇兄，这个赵大哥可以当川普阵营的模式当时的这个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暗杀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到底背后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动机啊？现在还在调查中我跟我家里的人在谈这个事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讲了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自导自演？我掐起来我说你这个不太会吧，因为这个太危险了就像当初阿扁那件事也有所谓自导自演说我说那个太危险了那个太危险了除非你是这个已经是绝地反攻，就是说你完全没有机会，你要一搏的时候才。那他的情况至少还有
五成的这个胜算嘛，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不过那是他们内政上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当然影响到台湾。那最重要的几点呢，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川普说的这些话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这个只针对台湾说这个话他对日本对韩国对这个北约甚至北约啊都在要钱到处要钱那台湾事实上在川普执政期间也都是同样这个运作模式了，跟拜登的这个期间呢，大概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只是量跟项目的问题而已。那至于价格本来就是经过议定的这个没有什么说我要涨价那当然如果要说狠话啦，如果要说狠话的话啦这个不适合官方说了那民间是可以说的啦那你美国经得起台湾失守吗？对不对？你美国的在太平洋的利益经得起台湾缺了一个大口吗？一个大洞吗？但是你应该更投资才对啊，怎么变成说我要付你更多的这个钱？所以这种所谓的按照自己出发点的利益来讲，这种都是在吵嘴啦，没有什么意义啦那川普本来就是为选举在讲话他就是选举议员嘛所以听就好啦那至于刚大家在讲说哇那不飒飒一团乱美国黑打这个情况好像也是很不明那赖清德应该要讲个话赖清德这个时候不要讲话是聪明的你怎么知道谁会当选？你说枪击之后，按照台湾逻辑说枪击被枪击者的候选人，那这当选机会大，那是台湾的观点对不对？这个一定适用到美国这个社会吗？所以本来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要能够沉稳那要搞得清楚状况。那至于台积电的这个后续安全的一个布局问题这个台湾的官员不会比台积电更清楚啦。台积电里面有多少这个人才精英他们也必须要避免这种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危险性对不对他不是在考虑什么市场的这个价值价格的一个移动，他考虑到是地缘政治的这个危险性，他们知道的。那为什么他们动不了？为什么？谈何容易对不对？你要那么多的高阶技术的这个员工团队你要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产业的群聚效应，你要那么多的这种什么电水甚至税等等的这个所谓国家的这个支持，你放眼全世界有几个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有几个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不是他们不要，而是他们根本找不到。那他到的这个地方去，你说到日本不错啦，量产，你知道那成本比台湾贵多少对不对？贵多少你说到美国去，那碰到的问题就是我刚讲的那一堆的问题嘛那这一些台积电他们自己很清楚。那我们的官员我要指导你，我要干什么？不必啦台湾的国科会也好，经济部也好，这个是哪一些官员比他们清楚？比他们是生死与共，跟他们这个共生共荣的所以我觉得尊重他们但是台湾在整个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脆弱性问题这个不是一个半导体产业，而是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问题，这个我们要真的好好用心的来解决啦。俊兄，你觉得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是自愿的吗？还是当然不是自愿的，逼的？当然不是自愿的嘛。他们去那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台湾有多少厂？不要说台积电多少厂也都是为了这个就近供应或者市场压力要到美国去，但是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台湾应该跟川普讲，台湾 is your watching dog 。You should pay us for food。当然至少我们给我一点食物吃嘛。台湾已经自备不是你看门口干那么久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多